刚到丞相府门口，楚天河就走出来了。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妍儿，怎么这么早就来了？爹爹早，大哥大嫂新婚第一天，我来看看府里有什么可帮忙的。没什么需要帮忙的，爹都安排好了，你来休息就好。看着楚清言肩头的火壶，楚天河愣了片刻，许久才回过神来。爹，你怎么了？妍儿，你最近可有梦见你娘亲？没有啊。后来就一直没有？没有。先进来再说吧，你大哥和大嫂应该快要起来了。好的，爹爹。几人刚在大厅坐下，傲影就来禀报：娘娘，白雪薇来了。她又来了？她来干什么？奴婢不清楚，只是我们出宫没多久，白小姐就从太后娘娘宫里出来了，现在正朝丞相府而来。不准她进来。是。白雪薇刚走到丞相府门口就被禁止入内，这让她微微诧异了一下。傲影，你确定我不能进去？对，皇上有旨，你不能进去。哦，原来是这样啊。皇上怎么说的？皇上就是说了，不准你进，不准你进。白小姐听不明白吗？我是奉太后娘娘之命，给千余公主送些西凉的糕点来。傲影一噎，奉太后娘娘之命，她能阻止吗？她敢阻止吗？傲影不乐意地往边上一站。白雪薇缓步朝里头走去。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谁准你进来的？雪薇奉太后娘娘之命，前来给千余公主送些西凉糕点。送到了，你可以走了。皇上，雪薇曾在西凉生活过一阵子，太后娘娘有交代，让我近日就在丞相府里照顾千余公主。白雪薇，少拿母后来做挡箭牌，你到底想干什么？雪薇什么也不想干，只是听命于太后娘娘。千余公主刚大婚，照顾她一阵子罢了。相公，既然是母后说让白小姐照顾大嫂，那便让白小姐在丞相府住一阵吧。莫一之没再说什么。多谢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放心，雪薇一定会照顾好千余公主的。带白小姐去客院。是，白小姐，请跟我来。这时候夏千余刚醒来，浑身酸软，让她没有一点力气。月儿，时间还早，再睡会儿。相公，你讨厌。我的鱼儿不喜欢吗？夏千余将头埋在楚云墨怀里，没有讲话。见此，楚云墨又大笑。相公，好好好，我不笑，我不笑。过了许久，夏千余才将头抬起，往外一看，吓得急忙起身。怎么这么晚了？相公，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不急，你昨晚那么累，再休息会儿。我们府上没那么多规矩，你不用这样。那不行，伺候公婆本就是媳妇儿之责，虽然婆母也理应去给父亲请安。他不会介意的，你别着急，休息好了再说。不行，你起来，快起来，不能刚新婚就给父亲和弟弟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参见叶大人。你怎么在这里？丞相府没有当家主母，千余公主又刚到丞相府，所以太后娘娘命我前来照顾公主。太后娘娘叫你来的？是。叶大人，我做了一些西凉的糕点，明月糕，叶大人可要尝尝？明月糕？是，叶大人尝尝。你怎么会做明月糕呢？以前跟着父亲曾在西凉住过一阵，所以便会了。叶和看了看白雪薇，没有动。叶大人尝尝吧，这是西凉的特色。啊。叶和拿起一块明月糕，脑海中瞬间出现了一个人影，只可惜那个最爱吃明月糕的人再也回不来了。叶大人，味道可还好？难吃。然后转身走了。看着叶和头也不回的模样，白雪薇的眸中露出些许悲伤。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嫂子快起来，不必多礼。夏千余起身，又朝楚天河和叶和行礼。哈哈，不必多礼，快起来，快起来。火狐趴在楚天河肩头呜了几声，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儿媳起晚了，还请父亲。不必放在心上，你想睡到何时就睡到何时。对，千余你不必担忧啊，你想睡到什么时候，舅舅都支持你啊。多谢父亲，多谢舅舅。我就说叫你多睡会儿，别着急，你不听我的。老头子敢为难你吗？我就教训他。没大没小，那是父亲。丫鬟端着茶走到夏千余跟前，父亲，请喝茶。楚天河高兴地接过茶，端着喝了一口。哎，好。然后将早已准备好的红枫递给夏千余。谢谢父亲。小狐狸呜了一声，一个手镯蓦地就出现在了夏千余手上。看着夏千余手上的手镯，楚天河的脸色瞬间就凝固了。这手镯是楚家每一代主母所属。
到了他这一代，便传到了离儿手上。离儿出事后，这手镯他就再也没有看见了，怎么会出现在火狐手里？楚天河将火狐从肩头抱下来，满眼热泪地看着他。小狐狸，你告诉我，这手镯你是在哪儿来的呀？爹，怎么了？这手镯有什么问题吗？这手镯是我们楚家每一代主母所属，以前戴在你娘手上。什么？这是娘亲的手镯？小狐狸，你是不是见过我姐姐叶离？对，火火，你是不是见过我娘亲？火狐点点头。你真的见过？火狐再次点头。那我的离儿，她在哪里？她在哪里？爹，你这样问，火虎怎么回你呢？让我来问问他吧。火虎啊，我娘是不是还活着？火狐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瑶儿，小狐狸这是什么意思啊？点头又摇头。小火虎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娘还能回来？火狐看着楚清言，好片刻才又点了点头。你和我娘有关系对不对？火狐继续点头。莫非你也是古界的神兽，属于我娘？火狐摇了摇头。言儿，古界没有这样的神兽啊。因为手镯的出现，楚天河的情绪便不太对劲儿了，沉浸在哀伤之中无法出来。爹，你别着急，娘亲一定会回来的。这个手镯是你母亲亲传给你的，你要好好保管。是，父亲，儿媳记住了。天宇，既然你已经嫁入丞相府，那往后丞相府的一切便要辛苦你来打理了。父亲请放心，我一定会打理好丞相府，让父亲和相公没有后顾之忧。楚天河满意的点点头。虽然是一国公主，却半分都没有公主的娇气。老头儿，我夫人这才刚嫁进来，一天日子都没过，你就让她开始操劳，你良心不痛吗？相公，母亲不在，我理应打理好丞相府的一切。不着急，你这才刚嫁进来，什么都不熟悉，等熟悉再打理不迟，不要听老头的。楚大人不必担心，太后娘娘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这才派我来丞相府。在大夫人熟悉之前，我会帮着打理丞相府上下。多谢白小姐关心，不过我们丞相府的事儿就不劳白小姐操心了。千余公主从小生活在西凉，我们烈焰很多礼仪公主都不懂，熟悉也需要一个过程。公主不必着急，我会协助你的。这些日子我都已经熟悉了，就不劳白小姐费心了。千余公主不必客气，既然太后娘娘派我来，我定不会辜负她老人家的。看来白小姐是打算赖上我丞相府了。启禀娘娘，墨家大夫人、二夫人来了，快请进来。是。很快，刘翠娘和王素梅就走了进来。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大嫂、二嫂，你们来了，快坐。昨天你身边的人太多了，都没顾得上和你说话，娘让我们来看看丞相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大嫂、二嫂，没事的，有傲影他们几个在，丞相府没事。那就好。这位是……这位是白雪薇，白小姐。哦，原来你就是白雪薇。白雪薇对着王素梅微微点头，一脸笑意。原来是白小姐，早有耳闻，不知白小姐来丞相府所谓何事啊？我是奉太后娘娘之命来协助千余公主打理丞相府一段时间的。白小姐要伺候太后娘娘，应该很忙吧？丞相府就交给我来帮忙好了。白小姐还是早早回宫陪伴太后娘娘吧。太后娘娘有夜婶陪着，哪里需要我呀？白小姐，您一个云英未嫁的姑娘，恐怕不适合在丞相府。莫夫人眼下最重要的事儿，应该是照顾好二夫人，让叶婶少操心的吧。要是大夫人来丞相府帮忙，二夫人有个什么闪失，那可就不好了。姓白的，你敢咒我？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都说了这里不需要你，你还死皮赖脸的赖着。在宫里也是，皇上皇后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如今更是妄想要插手丞相府的事儿，你脸比盆儿还大吧？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你的心头在打什么鬼主意。我告诉你，皇上和皇后娘娘恩爱有加，你就死了想进宫那条心吧。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进宫为妃。自从皇上登基，想要进宫的女人一茬又一茬，最后都没好下场。我劝你赶紧滚出丞相府，这里没人欢迎你。楚清言微微扬起嘴角，只有他二嫂会直接说让他滚蛋这话。给二嫂点个赞吧。二夫人误会了，我从未想过要入宫为妃，更没有想过要插足皇上皇后之间。哼，你说没有就没有啊？以前那些个打皇上主意的人，谁会承认自己想入宫为妃？你当别人都瞎子笨蛋呢？就你一人聪明？白雪薇叹了口气，这误会大了。
大家别误会，我以王母的名义起誓，我从未有过想进宫为妃的想法。我只是一见皇后娘娘就喜欢的不得了，所以坐了高铁就总想着给她送一些去。我有心仪之人，但并非皇上。王母的名义起誓，谁知道你是真是假？像你这样的女人。王素梅看了看众人，就没再说下去。她有心仪之人，难不成她是想做她舅妈？从丞相府出来，楚清言一直没说话。元宝，怎么了？相公，或许我们应该去一下母后那里。白雪薇一个云英未嫁的姑娘，母后怎会派她来丞相府？母后应该不会这样做。我也是这样想的。母后向来不会干预我们的事儿，所以我觉得不大可能会这样做。走，参见母后。参见母后。嘿，快快起来！你俩不是去了丞相府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母后，有你派了白雪薇去，也用不着我们帮什么忙。玉儿啊，微微那丫头会做不少糕点，且许多事情也不熟悉，让她帮帮忙也好。她一个云英未嫁的姑娘，去插手丞相府之事，母后不觉得有些不妥吗？叶子，你去一趟丞相府，让雪薇那丫头回来。是。这时，只见小狐狸蓦地朝楚清言摇了摇头：“火火，你是不让母后将白雪薇叫回来？”火狐点了点头：“相公，既然火火这样说，要不咱们再看看？”行，既然如此，便让青影多注意。好。你这只小狐狸比较有灵性。看着这全身通红的小狐狸，莫婉喜欢的不得了，伸手就抱起来抚着它的毛。陪莫婉聊了好久，两人才离开。唉，叶子，你说这白丫头她想干啥呀？白小姐做事实在让人有些捉摸不透。叶子，你找人盯着她，不要让她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来。是娘娘。莫一之握着楚清言的手轻轻抬起来，看着她的手掌心。元宝，你的手。楚清言抬手一看，只见手掌心一朵若隐若现的桃花闪着金光。两人一起走进空间，这才发现空间里的桃花也隐隐闪着金光。看来是不死之心。应该是。只见整个桃林都在发生着变化，小狐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跟着进了空间，一个跳跃便消失在了桃林之中。闭着眼，楚清言觉得他的感知力又变强了。入定，明神，万物生。娘！楚清言不禁跟着这个声音坐了起来。莫一之见此，后退了几步。万莲生，万物起。楚清言很快置身于万物之中，似乎正被洗涤着整个身体。楚清言觉得自己的力量渐渐地变得更强大了，而此时莫一之觉得他体内的力量似乎正在悄然流失。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快走！莫一之的耳边蓦地传来一道声音，随即被推出了空间。站在殿内，莫一之调息着，发现他的力量消失了不少。楚清言也察觉到了，他的一部分力量十分熟悉，正是他相公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娘！源源不断的力量让楚清言有些控制不住了，可脑中的那个声音并没有停止，他根本停不下来，而属于他相公的那部分力量渐渐被吞噬，直至消散。万物生，诸魔尽，灵道生，暗夜毁。过了很久，楚清言才停下来，看着自己的手掌，他仿佛经历了几世。楚清言四处看看，没有看到他相公。相公！听到楚清言的声音，莫一之急忙又走进了空间。元宝，我在。相公，刚刚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刚刚感觉到了你的力量。我的力量消失了不少。怎么会这样呢？我感受到了你的力量，但是这部分力量最后被吞噬掉，消失了。他的力量和楚清言所使用的不能共存，这意味着什么呢？好了，没事的，可能就是个意外，不必放在心上。大哥大嫂已经完婚，按照大哥的计划，近日就会对西凉发起进攻。大哥为了大嫂，肯定不会放过西凉的。蓝染那边，蓝君生想要力挽狂澜，大哥又怎会让他如意？为了大嫂，大哥可是一门心思都在朝政之上。叶听寒确实是一把好剑，将蓝染搅动得风云变色。蓝吉傲死了，蓝君生虽然回去，可好多事情都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蓝染，再也不是曾经那个他掌控的蓝染了。那西凉那边？西凉那边
毫无悬念。萧飞来了烈焰，西凉又怎么能少了萧飞呢？有他在，西凉用不了多久时间。大哥已经安排好了一切。莫一之蓦地醒来，看着身边熟悉的人，心痛如刀割。想起梦里那句话，若我和你之间注定只有一个人能活着，我希望那个人是你。不，他满眼的坚决走进空间，来到桃花林中。桃林四处空荡，循着梦里的情景，莫一之向前走着，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一道天梯出现在眼前。莫一之想都没想，一步步朝天梯走了过去。天梯之上，一片唯美而又梦幻的海蓝星空，不远处写着3个字：往生石。他快步走到往生石边，伸手放了上去，注入自己的力量。一幕又一幕的场景出现在他眼前，可他始终没有看到因，只看到了每一世的果。窥探往生，逆天而行，必遭反噬。困于往生，止于往生。那道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莫一之一口血蓦地就吐了出来。一道淡淡的光圈围绕在往生石上，困于往生，止于往生。不，他绝对不会让他们困于往生。逆天是吗？反噬是吗？莫一之集中所有的力量，既然困于往生，那便让他来摧毁往生。渐渐的，只见往生石开始裂开。摧毁往生石，必遭天谴。莫一之蓄力最后一击，往生石轰然倒塌。他被震出去好远，掉落在桃林之中。无数道天雷瞬间落下，击在他的身上。巨大的声音惊动了楚清言，发现空间里的动静，他急忙朝着桃林而来。只见莫一之浑身是血地躺在桃林之中，天雷滚滚。楚清言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将他护在怀里。几道天雷击在他背上，他蹙了蹙眉头，迅速出手，万物寻雷而上，筑起一道结实的屏障。空间里怎么会有天雷呢？相公，相公，燕宝，相公，你怎么了？相公，相公，你别吓我，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为何会在空间里受伤啊？空间里为何会有天雷？燕宝，别担心，我没事，我没事的。他摧毁了往生石，那是不是代表一切都过去了？可他不知道，这里的往生石并非真正的往生石。燕宝，我爱你，生生世世都爱你。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燕宝也爱你啊！你别怕，别怕，我会救你的，我不会让你有事的。他想要为他疗伤，却发现他的力量接近他，他便虚弱一分。看着他越来越虚弱，楚清言抱着他，急忙朝实验室里跑去。相公，你不能有事，你不能有事！我要让你生生世世爱而不得，爱而相离，生生世世尝尽轮回之苦。神奇，我要杀了你！楚清言不自觉地脱口而出。很快，他渐渐冷静下来，也很快明白过来，曾经的那些梦都是真的。催动星月之时，经脉百诀方有救。楚清言分不清这是谁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可却又记不起来是谁。经脉百诀，他练过的术法之一，可星月之时又是什么？就在楚清言眉头紧蹙之时，只见莫一之的胸口出现一块形似弯月的印记。催动星月之时，就是现在！不疑有他，楚清言快速地用起了经脉百诀，催动着星月之时。莲花落，万物生，灵生九世，造化此生，太上忘情，终极乾坤引，破离相合。万莲齐放，朵朵金色桃花围绕在莫一之周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花塔。银月落然，君生我生，不相离，不相弃。原本生气渐渐消散的人儿开始有了反应。楚清言大喜，手上的动作越来越快。月光笼罩着莫一之，星月之时与之辉映。楚清言只觉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涌入他的体内。看着莫一之渐渐恢复，
楚清言满眼的欣喜，眼泪不受控制地滴了下去。莫一之睁开眼睛，伸手接住那几滴泪珠，握在手里，嵌入心里。燕宝，不哭。相公，燕宝，相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何会伤得那么重？我都被你吓死了。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我在桃林之中看到一道天梯，所以就走了上去，好像是损坏了什么东西，我被震出去好远，还引来了天雷。他没有将事情的真相都告诉他，有的事情他知道就好了。桃林里怎么会有天梯出现？咱们桃林里也没什么东西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可能是个意外，也可能是我触碰了什么。相公，把我吓死了。燕宝乖，不哭，一切都过去了，没有人能将我们再分开。相公，你是不是记起来什么了？是，我的梦里一直都出现我们的过往，我记起来我们的前世，记起来我们生生世世，没有人能够再分开我们。我也一直有在梦里看见那些过往。燕宝，都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人，那些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对，这辈子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前面所有的苦都是为了今生的甜，我们定会携手相伴，白头偕老。对，携手相伴，白头到老。莫一之将楚清言拥在怀里，几经几世几多人，他尝尽世间疾苦，却唯独有他成为他心中的一抹甜。燕宝，你的万灵之术似乎已经接近顶峰了。相公，你知道仙月之石吗？好像记得有这么回事。之前我感觉你的气息渐渐消散，后来耳边出现了一个声音，就在你身上找到了仙月之石。自从催动仙月之石后，我发现我的力量似乎强大了许多。主上，星月之石异动，必将会有人感应到它的存在，万灵术的强大也会让他感受到。不出10日，他竟将找到你。你是谁？是谁在说话？准确来说，我是空间之灵。空间之灵？没错，主上的灵术将我激活，我才得以出现。那你给我说说，神奇是谁？自然法则不可违背，否则主上会受到反噬。反噬？没错，过往的事情需要主上亲自去查证，并且现在主上的力量并未达到去解决这件事的高度。万灵术微成，主上离开空间便会泄露灵气，引人注意，而他必定会在5日内找到你。这个手环可以压制灵气外泄，离开空间后请主上戴上。话音刚落，楚清言和莫一之的手上就多了一个手环。万灵术出城，是否因为星月之石的力量？星月之石是末主的力量，与万灵术相辅相成，彼此成就。这么说来，就是我与相公生生世世轮回，而那个人却始终存在，是吗？是，不过这么多世的轮回，主上有了许多奇遇，这是他没想到也不知道的，而这些奇遇最终都将会成为对他的致命一击。我和相公经历了多少世轮回？这是第10世，已经9世轮回，这都已经第10世了。如果一直这样轮回，我们要经历多少世？若不能破解，将会是100世。那主上不可多问。行吧，你退下。相公，这有点棘手啊，看来我们的敌人很强大呢。感受到了，若非敌人强大，也不会历经9世轮回。我想，既然是如此，那么那个人一定是与我们相熟之人，亦或者是与我们彼此有交集的人。莫一之点点头，楚清言心头渐渐明白，这一切要等到他前往古界之后才会有答案。别担心，我们一定有办法。相公，空间之灵也说了，我们有奇遇，不是吗？那便说明生生世世我们都在为相守而努力着。我相信这辈子我们定然能够战胜那个人。对，一定会有的。莫二夫人，不知道你想干什么？让你离开丞相府。莫二夫人，是否管得过于宽了？你，莫二夫人，你已经快临盆了吧？雪薇真心提醒你一句，这时候尽量少出来，多注意点才是。你肚子里的孩子金贵着呢。看着白雪薇的背影，王素梅气得脸都绿了。是夜，白雪薇端着一碗米粥来到夜河门口，站了片刻，
白雪薇伸手敲响房门。何事？叶大人，夜深了，我做了些米粥，你喝一点。看着碗里的粥，叶和愣了一下。金果米粥，这是谁教你做的？叶大人是说这个米粥吗？这粥里面我就加了一些金果。谁教你做的？啊，这不需要教啊。叶和微微摇头，不，一般人不会想着用金果来做粥。说，你是谁？叶大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说你是谁？你的目的是什么？白雪薇没想到他会突然动手。说。白雪薇看着叶和，不断的挣扎着，眼中含泪。妄图接近我的人都早已经死无葬身之地，我没动你，是看在太后的面子上。你若想作死，阿谦，你刚才说什么？你为什么知道这个名字？你是谁？白雪薇看着叶和，眼前无数重影，身子一歪，晕了过去。醒醒，醒醒，白雪薇，醒醒！叶和抱着白雪薇，将她放在床上，一道淡淡的光晕围绕在白雪薇的周围。她为什么会喊阿琴？想了想，叶和双手快速地挥动着，开始探寻着他想要的答案。主子，不可呀！你忘记之前使用禁术造成的后果吗？出去，主子，出去！是。叶和闭着眼睛，片刻后神情开始变得严肃，眉头紧蹙。很快，叶和后退了几步，一口黑血吐了出来，跌坐在地。主子，主子，快叫溥仪过来救白雪薇。是，主子。叶和从地上起身，快速来到白雪薇床前，焦急地握着她的手。燕儿，燕儿，你怎么那么傻？这不是真正的白雪薇，这是她的明烟呢。他没想到她会还魂在白雪薇身上。很快，溥仪就来了，急忙为白雪薇诊脉。过了片刻，溥仪摇头：“叶大人，白小姐这恐怕老夫无能为力了。”你说什么？怎么会这样？她刚才还好好的，我只是一时失手。不，叶大人，白小姐本就病重，只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一直压制着，而此时……叶和摆了摆手，让溥仪走了，然后提笔写了一张字条，一声哨响，有隼出现，将字条夹在有隼的爪子上。叶和开口：“小游，快送去给皇后娘娘。”有隼一个转身，瞬间冲了出去。燕儿，你不能有事啊！接到叶和的传信，楚清言片刻也没耽搁，和莫一之飞速来到丞相府。舅舅，怎么回事？妍妍，快来救救他，救救他！这是怎么了？你先别问，你快救救他！好，舅舅，你先出去，我来救他。好。等叶和走了，楚清言伸手搭在白雪薇的脉搏上，蹙起眉头。他怎么病得这么严重？脖子上还有掐痕，手也受伤了。谁掐的？舅舅吗？燕宝，这是怎么回事？白雪薇得了很重的病，可能之前吃什么药一直压着，但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有救吗？楚清言点点头，在他手上自然是有救的。叶和焦急地等在门外，来回踱步。明烟，你不能有事啊！明烟。楚清言在莫一之的配合下，给白雪薇做了个手术。这台手术持续了1个半时辰。叶和在外面等了1个半时辰。妍妍，她怎么样了？放心吧，舅舅，她没事了。那就好，那就好。舅舅，难道你不应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妍妍，你相信人死了还魂吗？舅舅，你是说……她不是真正的白雪薇，她是你未来的舅母。什么？未来舅母？没错，她叫明烟，她为我挡了一剑，不幸身亡。她一直在接近我，并且知道很多我的生活习惯，这一切都太过于巧合，所以我之前就对她用了禁术，才发现她的魂和身不是同一人。叶和说用了禁术，楚清言急忙伸手搭在他的脉搏上，果然伤得很重。舅舅，把这粒药丸服下。好。过了大概半个时辰，白雪薇终于缓缓睁开双眼。燕儿，你醒了。白雪薇蓦地就愣住了，她看着叶和，好久都没有说话。燕儿，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你叫我什么？他叫他嫣儿。他知道了什么？他用了禁术。你怎能使用禁术？难道你不知道使用禁术的后果吗？你怎能这般不顾后果？我没事，
有妍妍在，我没事的。你都知道了？傻瓜，你在担忧什么？知道你还在我就满足了，又怎么会在意别的？不管你是谁，你都是明烟呐。阿琴，我在，嫣儿。你真的不介意吗？我介意身旁没有你，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身份活着，只要你活着就好。不管你是白雪薇还是谁，我知道，你就是明烟，这就足够了。你只要还在，就足够了。阿琴，谢谢你，谢谢你。傻瓜，别担心，我一直在，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我不委屈，我一点都不委屈。对不起，皇后娘娘，我给你们造成困扰了。舅母不必放在心上，那些都是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安心吧，有舅舅在，以后都会好的。明烟点点头，天知道做阿飘的那几年他有多恐惧。如今在这世人眼里，你就是白雪薇，模样也是。以后，你如何打算？以后我便是白雪薇。莫一之点点头，他能够想清楚这些倒也好，这样的事情对其他人来说定然是无法接受的。好，以后你就是白雪薇，不管你是谁，在我心里你都是明烟。白雪薇一脸的笑意，点点头。有他这番话，无论他是谁，他心底都不慌了。舅舅、舅母，没事了，你们先聊着，我们就走了。好。皇后娘娘，请等等，舅母还有何事？皇后娘娘，那只小狐狸一定要保护好了。小狐狸身上有姐姐的一缕残魂，有小狐狸在，姐姐到时候一定能回来的。你是说，我姐姐？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我能够还魂到白雪薇身上，多亏了姐姐指点。那你知不知道怎样才能帮我娘早些回来？姐姐使的不是一般禁术，对她的反噬很强，所以后来她的魂魄也渐渐……她交代我，若是我能回来，要替她照顾好你们。也许姐姐有办法，只是需要多花些时间。皇后娘娘，这张符纸赠予你，说不定将来你能用上。这是什么东西啊？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这张符纸作用很大，或许你会有需要。多谢舅母。三招回门，娘。小婿参见岳母大人。哎，好，你们回来了，快，进屋。岳母大人，今天我们是特意来接您回府的。我住这里挺好的，住到丞相府不合适。岳母大人，没什么不合适的。您和鱼儿都是刚到烈焰，我平日忙于朝堂之上，有岳母大人在鱼儿身边，我也放心。是啊，娘，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娘在这里挺好的，离得也不远，有什么事情很快就能知晓，能够相互照应着。你们若是需要娘，白天的时候娘可以过去帮忙，晚上啊，娘再回来。楚元墨和夏千瑜又给萧飞说了很久，他坚决都不肯住到丞相府去。岳母大人，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在丞相府旁边买一处宅子，您搬过去，可好？若有合适的，那倒是可以的。姑爷，这些拿去买宅子用。岳母大人，不用的，我……那不行，既然是我要买宅子，必须由我来出这个钱。楚元墨没法，只得收下了那些银子。好，来，尝尝今天娘做的席面，看合不合口味。萧飞急忙招呼两人入座，菜都上齐了，一大桌子。娘，怎么安排这么多菜啊？今日是你们回门，姑爷第一次来，自然要多准备几个菜的。是，您说的对。姐姐、姐夫，我还以为你们今天不会来了呢。来呀，当然来了。木木，你要不要去宫里住一段时间？楚云木摇了摇头，他不是特别想去宫里。去宫里住，可以随时见着姐夫和姐姐。你不高兴？高兴，可是宫里别人都说……别人说的不算，宫里是姐姐和姐夫的家，只有姐姐和姐夫住着，没有别人。好吧。木木真乖，姐夫给你请个夫子，以后呢，你就在宫里跟着夫子学习。楚云木看着莫一之，他怎么觉得从他答应入宫后，姐夫似乎就已经打算好了以后的事呢？姐姐，走，姐夫带你出去玩。姐夫去哪里玩啊？姐夫带你去看看烟火，如何？看烟火？没错。好呀。姐夫，好漂亮的烟火呀！相公，你这是……答应过你的，要带你看一场盛世烟火。
那时没做到的事，如今为你补上，可好？好。姐夫，你这么早就下朝了？今日朝中无事啊，所以便下朝的早。木木可用早膳？用过了。姐夫今天给木木请几个夫子，木木以后就住在宫里，跟着夫子学习。姐夫，莫非你要让我在宫中常住？那你可愿意住在宫里？看着自家姐夫满眼爱意的神情，楚元木想拒绝的话，始终没有忍心说出口。木木，你也知道，姐夫朝政繁忙，其他几个哥哥呢都在朝堂之上，只有你呀，能在宫里陪陪你姐姐，不然她一个人太孤单了。你可愿意住在宫里陪你姐姐？姐夫，我愿意，我愿意在宫里陪姐姐。木木真乖，姐夫最喜欢木木了。将来姐姐和姐夫一定生一个小太子，你是太子的舅舅，年龄和他相仿，他只能和你玩。小太子生下来之后，便要担负起整个烈焰的责任，他要处理很多事情。你想想，小小年纪就要如此辛苦，哎，你是他的小舅舅，你也会心疼的，对不对？对。所以啊，小木木你现在就要跟着夫子在宫里住，好好学习，这样子呢，将来才能好好的帮助小太子，让他不要那么辛苦，对不对？对。姐夫相信，将来小太子最喜欢的人一定是你这个小舅舅，因为他的小舅舅不仅陪着他长大，还帮助他做那么多事，你说呢？姐夫说的对。但是小木木，你还有3个哥哥，还有舅舅和爹爹，他们肯定是不会让你独自一人陪着小太子的。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劝你离开皇宫回丞相府，那你应该怎么办？他们谁都别想和我抢小太子，我是不会回丞相府的，我要住在宫里等小太子出生。对，小太子最喜欢的人就是小舅舅，谁都不能和你抢。对，谁都不能和我抢小太子。走，姐夫带你去找你姐姐。好。姐姐，小木木，你起得这么早啊？姐姐，以后有木木陪你，你就不孤单了。楚清言看着莫一之，扬了扬眉。莫一之笑了起来，没有说话。木木，没事的，你想住哪里就住哪里。不，我要住宫里，我要等小太子出生，以后我要带小太子的。你要带小太子？对啊。住宫里可没有外面好玩哦。小木木，你可要想好了。姐姐，我想好了，我就要住宫里，我要陪着姐姐，我要陪着小太子，我要帮着小太子做事，以后小太子就不会那么辛苦了。木木，这些都不需要你来承担。小太子出生以后，姐姐会带他的，也会有夫子教他的。住在宫里远远没有住在丞相府那么自在，你想要出去一趟都十分麻烦。姐姐，你不用再说了，这些我都知道的，我就要住在宫里。看了看莫已之，楚清言觉得他相公的洗脑太深入人心了。那好吧。白雪薇的身份除了叶禾和楚清言夫妇知道外，没有别人知晓。叶禾在丞相府宣布白雪薇是他未过门妻子的时候，众人不禁都惊呆了。我说舅舅啊，你是不是……老三，记住了，这是你未来舅母，以后要尊重她。白雪薇是我的未婚妻子，以后要与我共度一生的女人。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希望大家不要排斥她。舅舅，你中邪了？没中邪，见到白小姐的第一眼，我便中意于她，所以才决定成为彼此共度一生之人。千羽刚刚进入丞相府，雪薇协助他打理一阵，我和雪薇便搬出去了。什么？你要搬出去？你……我在丞相府旁边重新置办了宅子，以后离得也近，可以随时照应。如果这是你的选择，我尊重你，谢谢。参见姨奶。快起来。叶禾参见太后娘娘。莫婉看着叶禾有些疑惑，雪薇这丫头又在打什么主意？姨奶，雪薇想请您一道懿旨。哦，我与叶大人，雪薇倾心叶大人，想请姨奶。你倾心叶大人？是。那叶大人呢？启禀太后娘娘，微臣对白小姐一见倾心，还望太后娘娘允许。莫婉看着这两人，有些不太相信。叶子，你去看看妍妍在做什么，没事的话，让她来哀家宫里坐坐。是。叶文竹说完，便朝着楚清言宫里去了。莫婶儿，快来坐坐。娘娘，叶大人和白小姐来了。太后娘娘让奴婢来问问，说娘娘有空的话，就去太后娘娘宫里坐坐。好，我这会儿正好没什么事儿，那莫婶儿，咱们走吧。好。参见母后。妍妍来了，免礼。快给她拿些吃食来。妍妍，你舅舅来哀家宫里，说是对雪薇那丫头一见倾心，要哀家的懿旨。不知你
母后，这是舅舅的事儿，我作为晚辈，自然不能干预舅舅的事儿。舅舅对白小姐一见倾心，能有人陪伴着舅舅，我也是高兴的。既然你这样说，那看来哀家这道懿旨是怎么都得下了。这是好事儿。对，这是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能看见雪薇丫头有个好归宿，我也对得起她祖母了。北漠平定后，莫一之先后派了丞相还有楚云烨去打理，可这俩人在北城稳定后，都撤手回到了烈焰。皇上，我觉得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开什么玩笑啊！他刚定亲，他要留在京城娶媳妇儿好吗？哦，你觉得谁更合适？王建成王大人，他年轻有为，又是皇上一手提拔起来的，必然会对皇上忠心耿耿。王大人也无任何负担，最适合去北城。你倒是想得好啊！皇上，不是我想得好，实在是王大人年轻有为，才华横溢，比微臣更适合。微臣还是留在战场之上，保卫国家，为皇上守好疆域比较好。皇上，如今一统天下的大事只缺西凉和蓝染，但蓝染可比北漠还有西凉要难多了。如今正是战场上用人之际，皇上，我请求带兵出征，为皇上拿下蓝染。莫一之扬起嘴角笑了起来，哼，想上战场，他就不让他如愿。白大人，你才华横溢，聪慧无双，自然不是一般人能比。大理寺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白大人就好好的待在大理寺吧。皇上，微臣请求出征上战场。莫不成白大人是不放心大将军，还是说白大人怀疑大将军的能力，所以才要亲自带兵去前线？不，微臣不是那个意思。那可是他未来的岳父大人，他老泰山，他能说半个不字吗？那你是哪个意思？你明知大将军一定会攻打蓝染，此时你这般，那我只能将大将军换下来了。到时候若是传出去，也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质疑大将军。既然你如此坚决，那就皇上，微臣不敢去前线，微臣不去了。有大将军在，我烈焰固若金汤。大将军去攻打蓝染，相信要不了多久时间便会凯旋。我这样的小将，又怎能和大将军相比拟呢？莫一之满意了，看着莫一之这一脸的笑意，白大宝心底堵着一口气儿，他又被皇上坑了。他想陪媳妇上战场的愿望，最终是落空了。一切准备就绪，烈焰同时对西凉和蓝然发起了进攻。贱人，生个没用的东西都去和亲了，一点用处都没有。贱人，你敢躲？西凉皇，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我手里的刀可不会认人呢。贱人，贱人，西凉皇可真是悲哀啊，自己的爱妃没了都不知道。你是谁？我是谁，你不必知道，你只需要知道，西凉完了。你是烈焰的人。西凉皇，你说，若不是你平时作孽太多，又何至于如此啊？月九从身上拿出一粒丸子，扔进西凉皇嘴里，入口即化。你给我吃了什么？让你听话的东西。你没我的解药，3天之内你必死无疑。我烈焰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西凉完了。你若是不想死，就打开城门投降吧。我烈焰将士若是没有伤亡，自然会考虑放你一条狗命。西凉皇想要叫人，却发现自己怎么都说不出话来。西凉皇，你没有挣扎的余地。你若同意打开城门投降烈焰，我便能让你说话，否则你这辈子都没有再开口的机会了。其实你开不开城门投降，对我烈焰并无任何影响。这西凉皇宫内有的是人会去开城门，不信你就试试看呢。西凉皇微微闭上双眼，许久后才睁开，朝月九点了点头。月九笑着扔了一粒药丸在西凉皇嘴里。西凉皇，我劝你不要再耍任何小聪明，否则我不保证你能活着。我投降。你明白就好。很快，西凉上下一致投降。启禀娘娘，果然不出您所料，蓝君生动了。如此甚好，本宫正愁找不到理由杀他呢。娘娘英明。楚清言伸手将傲影招了过来，笑着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声。傲影点点头，转身就走了出去。青影参见娘娘。免礼。月依他们到了吗？回娘娘，月依和暗衣等人随后就到。很好。那叶青他们呢？叶青也快到了。很快，月依、暗衣和叶青都来了。参见皇后娘娘。
起来吧。谢皇后娘娘。傲阳，皇上什么时候回来？小墨子来报信说，皇上今天比较忙，可能要晚点才能回来。我知道了。蓝君生打算做最后殊死一搏，你们有何想法？主母，不过一个蓝君生，只要他敢来，我便让他有来无回。对，一个蓝君生就敢挑战我们3大组织，简直是该死。蓝君生真正的皇室血影并没有出现过，所以不可以掉以轻心。真正的皇室血影？没错，之前蓝君生拿出来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皇室血影，而且我发现这蓝染的皇室血影似乎和逍遥岛有关系。什么？逍遥岛？逍遥岛那以前是他爹的地盘啊，所以大家万不可掉以轻心。蓝君生能否取胜，在于他能否拿下皇上和娘娘。布下天罗地网，等蓝君生来，楚清言和几人一一商量好对策，都安排了下去。言宝，相公，你下朝了？今天处理事情有点多，回来晚了。无妨，我已经准备好了午饭，赶紧洗手吃饭吧。好，蓝君生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刚刚月衣、暗衣、叶青和青影都来过了，咱们在京城布下天罗地网，就等君入瓮了。好。今天切了些白松茸，你多吃点。莫一之拿起筷子尝了一口桌上的菜，蹙起了眉头。你又下厨了？你最近胃口不怎么好，所以我下厨做了一些，你多吃点。以后别下厨了，太累。偶尔一次没关系的。好吃，你也吃。楚清言蓦地就一阵剧烈的反胃，转身就吐了起来。元宝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楚清言伸手搭在自己的脉搏上，袭上眉梢。相公，我好像有了。什么？有了？应该是吧？傲阳，传太医。是娘娘。参见皇上、皇后娘娘。免礼。谢皇上。皇后身体有些不适，尔等细心诊脉。是。很快，一名太医把完脉，一脸的惊喜。皇上啊，已微臣诊断皇后娘娘，这是喜脉呀。这名太医让开，让后面几个人继续诊。最后几人得出同一个结论：恭喜皇上，恭喜娘娘，娘娘已身孕月余啊！赏。谢皇上。言宝，我们有宝宝了，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相公，我要当娘了。传令下去，以后娘娘的饮食起居必须检验3遍以上才能端上来。是。言宝，从今天开始我就不上朝了，我得陪着你才行。我只是怀孕，又没身残，你不用这么紧张。那不行，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儿，必须要小心一些。我相信岳父大人和九哥们都会赞成我的。楚清言看着莫一之，他怀疑他相公就是找个正当理由不上朝，可他没有证据。以后我的任务就是陪着你，让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得知楚清言有孕，莫婉激动地打碎了手中的茶杯。叶子，叶子，快，我们去看看皇后。好。什么？我闺女有身孕了？是的，丞相大人。好，我这就去进宫看她。言儿，母后，你怎么跑成这样啊？母后激动啊，言儿有身孕了，我要当祖母了。母后，您快坐。没事，我没事，我的小孙孙哟，以后我也有小孙孙喽。叶子，快，把我准备好的礼物给我的小孙孙。叶文卓挥了挥手，身后的人一个接一个的端着盘子上前。母后，快收下，这是送给我小孙孙的。那谢母后。谢啥？不谢。你有身孕了，以后要多加小心，要照顾好自己。叶子，以后你就留在言儿身边照顾她。母后，不用的，有傲影在呢，他会照顾好我，没事陪着你才。这事儿就这样定了。叶子是经历无数大风浪的人，有他在，我放心。好，谢母后。那就要麻烦莫婶了，母后那边我再给你派2个人过去。好。很快，楚家父子几人也到了。参见太后娘娘。参见太后娘娘。参见太后娘娘。不必多礼，快起来。参见太后娘娘。丞相免礼，快坐。谢娘娘。妍妍，那你好好休息，明天母后再来看你。恭送母后。哎呀，太好了，我们做舅舅了。是啊，我做舅舅了。臭小子，嘚瑟什么？
老子做外祖父了！哈哈哈哈哈哈！切，你是最后一个，你嘚瑟什么呀？我的小外甥，这是三舅给你准备的礼物呀！大舅舅也给小外甥准备了礼物哟。哼，你们那也叫礼物？小外孙，我是外祖父，这是外祖父给你准备的礼物哟。楚云轩愣愣地看着几个人，这些人啥时候准备礼物的？合着就他有没有礼物？爹，哥哥，我这刚怀上。怀上了好啊，这下我看谁还敢在朝堂之上胡言乱语。哎，小妹，二哥走得匆忙啊，没给小外甥带礼物来，明儿我再来啊。阿哥，不要送礼物，这才刚怀上，哪里用得上啊？那可不行，我是二舅舅，我必须得送礼物。众人看着楚云轩都笑了起来。楚云轩狠狠地瞪了那父子三人，这三个人他记住了。岳父大人，九哥们，燕宝好不容易有孕，这以后可得万分小心啊。对，必须要万分小心。小妹，以后你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就是。对，所以我决定以后朝堂之事就交给岳父大人和舅哥，我要在店里专心照顾燕宝，保护她的安全，直到她平安产子。啥？皇上，朝堂怎能离开你啊？我是妍儿的父亲，我来护她最合适不过呀。哎，不，我是大舅哥，还有千羽，我们来护妍妍才是最合适的。这个要论保护吧，就我二舅最合适。嘿，别抢了，我保护小妹，照顾小妹，我才是最合适的人选。皇上是知道我的实力的，绝对是最佳人选。论照顾，论保护，我是妍宝的夫君，自然是我最合适。你们虽为父亲哥哥，可照顾女儿妹妹，多有不便，不是吗？所以大家就不要跟我争，就这样决定，朝堂之事就交给你们几位，妍宝的安全交给我，由我来照顾，这样大家都放心，妍宝也安全。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得不承认，若仅仅只是保护，他们谁都可以；但若是照顾，他们确实有不方便的地方。哎，皇上，要不我们轮流照顾小妹，这样也方便了，对吧？啊，对，老三说的对啊，我觉得咱们可以轮流着来照顾小妹，这样绝对没有问题的呀。我觉得老三这个想法不错，这不合适吧？毕竟妍宝有身孕，如今那是头等大事，我和妍宝盼了这么久才有孩子，丝毫不敢有闪失。楚清言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手搭在脉搏上，灵力探进体内。他怎么觉得这身体里不止一个小家伙呢？他仔细探了探，又为自己再诊了一次脉，是3个，又好像是4个。哎呀，到底几个呀？片刻后，他确定了，就是4个。他肚子里有4个小崽子啊！楚清言觉得自己要晕倒了。妍宝，发生什么事？妍儿，怎么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要先听哪一个？先听坏消息。我可能会难产。什么？难产？这为什么？你这刚怀上，那好消息呢？好消息就是我怀了4个，1胎4宝。什么？1胎4宝？这……莫一之微微蹙起眉头，1胎4宝，他知道这有多危险。皇上，以后朝堂之事就交于我吧，你好好照顾妍儿。老三，你也随时在小妹身旁保护着她。楚云也点点头，没说话。小妹，回去以后我让你大嫂来照顾你。皇后娘娘，我让老大家的来宫里一起照顾娘娘。大家不用紧张，没事的。妍宝，你可有办法减胎？相公，我不想减胎，4个我都要。不行，这太危险了。先不说你营养跟不上，这医疗也跟不上啊！怀4个，我不放心。实在不行，你做一碗肚子汤吧。哎，对，皇上说的对啊，爷爷，要不你做一碗肚子汤吧？孩子以后还会有的，这4个到时候会要了你的命啊！我可是玉面神医，难道大家都忘了吗？相信我，不会有事的。医者不自医呀，你到时候生产的时候，这没用啊！哎，你听话，孩子以后还会有的，好不好？好不好？爹，哥哥们不必再说了，我心意已决，这4个我都要了，我会让他们平安出生的，相信我，我不会有事的。几人轮番劝了楚清言很久，可最后都没能改变他的决定。妍宝，减胎吧，4个太危险了，我……相公，相信我，不会有事的。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好不容易才有的这4个孩子，我不愿意放弃他们。
在实验室里有充足的医疗器材。其实我可以为自己做手术的，但若是你不放心，从现在开始我教你。等我生的时候，你来指导为我手术，可好？简单了，妍宝，我们养一个就好，最多2个。相公，你冷静一点，你应该要相信我，也要相信你自己。4个孩子是上天对我们的厚爱，我们不应该放弃他们的小生命，我们可以做到的，没问题的。莫一之和楚清言说了很久，楚清言都不肯。莫一之无奈，最后只得同意。皇上，娘娘，莫婶儿，出了什么事了？皇上，娘娘，刘氏传信进来，老二家的难产，请娘娘救救他。二嫂难产，快，我们马上出宫。片刻功夫，2人就来到了莫家。只见莫忘凡和刘翠娘都焦急地等在门外。参见皇上，参见娘娘。参见皇上，参见娘娘。快起来，二嫂情况如何了？产婆都说，求娘娘救救素梅啊！二哥，快起来！你放心，我不会让二嫂有事的。楚清言说着，推开门就进去了。娘娘，求您救救我闺女，求您救救我闺女！婶子，快起来！楚清言查看着王素梅的情况，胎位不正，难产。婶儿，你带他们都出去，不要打扰我。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二嫂的。哎，好。楚清言快速地检查着王素梅的情况，调整胎位还是可以顺产的，省得挨一刀。他拿出一粒药丸喂到王素梅嘴里。二嫂，你醒醒！二嫂，坚持一下，孩子就快生出来了。王素梅虚弱的微微睁眼。娘娘，你来了。我不行了。你坚持住，孩子就要生了。你想想孩子，他等着叫你娘呢，不要放弃。楚清言边说着边挥动着手，带着灵力调转胎位。二嫂，你要坚持住，我刚给你吃的药丸可以帮助你恢复力气，我已经给你调整了胎位，你相信我，没问题的。我不生了，我不生了。二嫂，不要叫，听我的，平稳呼吸，不要把力气喊完了，平稳的把孩子生下来，来，呼吸。我疼，我不生了，我不生了。二嫂，听话，我已经看见孩子头了，听我的，咱们一定能把孩子顺利生下来。来，吸气，呼气，对，就是现在，用力。很好，调整呼吸，继续。王素梅跟着楚清言的指令，听话照做。来，用力。过了好久，在楚清言的引导下，王素梅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了一声：“孩子终于出生了。”用完最后一丝力气，王素梅整个人已经是泪流满面。哇的一声，响亮的啼哭传出，外面焦急等待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生了，母子平安，8斤2两的小公子，8斤2两。李氏满脸苍白，这么重，怪不得她闺女一直生不下来呢。二嫂，来抱抱你们家胖小子，辛苦啦。娘娘，辛苦你了。王素梅边说着，气息渐渐微弱起来。二嫂，娘娘，我好累啊。不，她的状态不对。楚清言急忙调转床头，掀开被子一看，一片猩红。不好，这是大出血了，出血量很大。二嫂，娘娘怎么了？妍宝，出什么事？产后大出血。李氏听完，人瞬间就晕倒了。妍宝，你能行吗？相公，我没事，别担心。楚清言抬手擦了擦手上的汗，给王素梅挂上点滴，用上宫缩剂，开始进行手术。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莫一之的脸上明显的浮上了焦急之色。已经半个时辰了，他还没出来。过了大半个时辰，楚清言终于将手术做完，又给王素梅做了一遍检查，一切指标都稳定了，没问题。做完这一切，楚清言眼前一黑，顿时朝边上倒去。妍宝，莫一之一脚将门踹开，奔进去，就见楚清言倒在了地上。妍宝，皇后娘娘，快叫太医来。太医急忙查看楚清言的情况，见皇后没有什么大事儿，太医松了口气。回皇上，皇后娘娘只是太累了，休息一下便好。太医又给王素梅诊断了一番。莫尔夫人
平安。民妇叩谢皇上，叩谢皇后娘娘。不必多礼。皇上，让娘娘去床上好好休息吧。莫一之点点头，也不知道王素梅情况怎么样了，还是先暂时在这里等等吧。老大家的，娘，你有什么吩咐？等老二家的出月子以后，你就进宫照顾皇后娘娘吧。皇后娘娘怀有身孕，肚子里有4个孩子。我如今到皇后娘娘跟前伺候了，但她4个孩子在腹中，随着月份越来越大，娘娘行动就会越发的不便的。如今这朝堂虽然看起来很平静，可谁也不知道那些人背后打什么主意啊。娘娘怀着身孕，必须万分小心，这身边都是可信的人照看着，我才放心。4个孩子在腹中，娘，这4个实在是太危险了呀！娘娘怎么会怀了4个呢？这太凶险了。谁说不是呢？可皇上和娘娘都已经决意要生下来了，所以如今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照顾好娘娘。是，儿媳明白。你先给皇后娘娘准备吃食，我去找找素梅她娘。哎，好的娘。素梅她娘，你辛苦了，还好这孩子平安，我也就放心了。多亏了皇后娘娘救了我家素梅。素梅她娘，有件事儿我想和你商量商量。亲家，有事儿你说。皇后娘娘怀有身孕了，所以今天救素梅的时候才会因为劳累过度所以晕倒。皇后娘娘有身孕了？是，并且，娘娘腹中是4个胎儿。4个胎儿？怎么会这样啊？这多凶险呐！对，太后娘娘如今让我去皇后娘娘跟前伺候着。虽然后宫里面只有娘娘一个人，但是你也知道，前朝很多人心思都不纯。娘娘怀着4个孩子，是最凶险、最需要人的时候。所以我想，等素梅出月子之后，老大家的就进宫去照顾皇后娘娘。想请你帮我照顾一下素梅，我会再挑几个人过来给你用的。哎呀，亲家，不用不用，素梅是我闺女，照顾她本就是我的事儿。娘娘不顾自己怀着身子来救素梅，我感激不尽。不用等素梅出月子，你让她大嫂将家里2个小的稍微安排一下便可，其他的交给我就好了。那不行，怎么也要等素梅出月子，不然你忙不过来。亲家，你我都是过来人，素梅今天已经吓掉了我半条命，我一直都提心吊胆的。将心比心，皇后娘娘怀着4个，那是，我帮不上皇后娘娘什么忙，照顾素梅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常宇和长风，我也是细心照料着的，你放心啊。你一定要将娘娘照顾好，让她平平安安产下这4个皇子。素梅娘，谢谢你，这是应该的，别的帮不上，但是这些事儿我还是能做到的。好，1个半时辰后，楚清言才缓缓醒来。燕宝，你还好吗？相公，我没事啊。就在这时候，楚清言肚子咕咕叫了起来。饿了吧？大嫂准备了吃食，我去给你端来。他是饿了，特别饿，感觉能吃下1头牛的那种。娘娘可以放心用膳了。谢谢莫婶儿。楚清言拿起筷子，风卷残云般的狂扫起来。慢点，慢些。好。嘴巴答应着，可依旧速度非常的快。他真的很饿呀，很饿，很饿，很饿。很快，3碗米饭，10个菜全都吃光了。莫婶儿，还有吗？我还想再吃点。有，我这就去端来。叶文竹转身从厨房又端了一些菜过去，桌子上的碗碟再次光了。楚清言放下筷子，终于饱了。刚刚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饿死鬼投胎似的。叶宝，你还好吗？我没事，就是刚刚太饿了，现在吃饱了，没事了。那我陪你走走，你刚才吃了这么多东西。不用，4个小崽子很快就消化了。好。二嫂怎么样了？她平安，你不用担心。我去看看她。参见皇后娘娘。婶子，快请起。娘娘，快坐下。楚清言将手搭在王素梅的脉搏上，脉象平稳，一切安好。二嫂平安着呢。就在这时，奶娘抱着孩子，孩子哇哇大哭，惊慌地跪在门口。老夫人，小公子还没吃饱，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了？怎么会还没吃饱呢？不是有2个奶娘吗？我俩的奶都不够小公子吃啊！这个小公子食量也太大了，他吃了1个时辰了，还要吃。莫婶儿，孩子刚生下来，他能吃多少就给他吃多少，奶娘不够啊，就再多找2个过来。
哎，好。叶文竹急忙派人去找奶娘，很快又来了3个奶娘、5个奶娘，这胖小子可算是吃饱了。爹，该给我儿子起名字了吧？起名这事儿，你爹我可不擅长，要不你去找他四叔讨个恩典。爹，你去求皇上恩典呗。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那是你孙子呀，那是你儿子呀。这么点小事都要给皇上添麻烦，把你俩能耐的。娘，我这不是想给小子求个恩典，添点福气吗？皇上如今要照顾娘娘，哪有心思给你想名字？自己想一个去。自己媳妇儿发话了，莫云深只得硬着头皮想了起来。要不叫莫长稳？不行。那叫莫长歌？不行，像个女孩子。那叫莫长。莫云深一连说了好几个，不是被叶文竹否定了，就是被莫忘凡否定了。他抓着自己的头发，头皮都快要抓破了。哎呦，想不到了。快想！想了好久，莫云深终于再次开口。要不就叫莫长城。莫长城，城，城字好啊，爹。那就叫莫长城。可以，那就叫莫长城吧。莫云深松了口气，哎，总算是可以了。他脑壳都快抓破了。老二家的，你爹刚给娃起了名叫长城。莫婶儿，你说这胖小子叫什么？莫长城？对呀，他祖父给起的。莫长城，万里长城千年不倒。这名字不错，相信长城以后一定是一个十分坚强稳重的孩子。谢娘娘。莫一之也扬起嘴角。莫长城，莫叔是怎么想到这个名字的？看来他也要好好想想他4个崽子的名字了。莫婶儿，你就在家里，不用和我们回去了。等二嫂出了月子，你再回宫吧。有素梅娘在这里，我得要回宫去照顾娘娘。对呀，娘娘有我在呢，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莫家的。李氏说着又跪了下去。楚清言说了好久，李氏和王素梅都坚决要让叶文竹去宫里照顾楚清言。最后楚清言没再说什么了。元宝，你叫我做手术吧。相公，今天很晚了，那手术其实很简单的，你不用着急。我着急啊，我想早点学，以后多练练。今天看到王素梅难产，他的心一直都是提着的。好，我教你。两人一起朝实验室走去。相公，产妇在生产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我先教你一些关于产妇生产时的一些医理吧。好。楚清言耐心地给莫一之讲解着关于产妇的相关医理，莫一之仔细地听着，还从空间里拿出一个小本子，仔细地做着笔记。小默默，你想不想去朝堂之上学习学习？去朝堂上学习？楚云木想了想，没吱声。默默，我觉得呢，你可以去朝堂上见识一下，有些东西要学以致用才是最好的，这样将来你带个小外甥的时候，也知道该怎么带好。哦，那好吧，我去朝堂上学习学习。过几日我便让人送你过去，到时候你跟着你爹爹还有哥哥们好好学学。好。相公，默默还小，这么小就去朝堂吗？姐姐，我不小了，我已经长大了。姐夫说的对，我要好好学习，等小外甥出来了，我这个小舅舅才能更好的教他们。默默呀，你姐夫是和你开玩笑的，以后小外甥们也会有夫子教的呀。你年纪尚小，是该玩乐的时候就应该玩乐呀，小外甥们也不是你的任务。姐姐，那可不行，以后我要做小外甥们的夫子，我要亲自教他们。小默默要亲自教小外甥，那你的学识可还需要提升的哟。我会努力的。楚清言叹了口气，看着这俩人显得有些无奈。蓝君生，好久不见。莫一之，束手就擒吧，整个烈焰皇城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蓝君生，青言，到我这边来，只要以后跟着我，我绝对不会伤害你。你在想屁吃？莫一之轻轻一挥手，蓝君生胸口就是一个血窟窿。蓝君生怎么也没想到莫一之会这样悄无声息的就伤了他。蓝君生，调戏朕的夫人，你想过会怎么死吗？莫一之，朕要杀了你。蓝君生，别忘了你是怎么回去的，
朕能放你回去，就从未将你放在眼里。既然你送上门，那便将命交代在这儿吧。校长，杀了他！楚清言五指挥动，脸色微变。他的灵力怎么变得这么弱了？他的万灵术竟然这么微弱了？月影何在？参见主上。保护皇后娘娘。是。神与公道，保护娘娘。杀！蓝君生一声令下，所有血影的人都动了，刀光剑影。莫一之在楚清言身前布下一道屏障，将他护在里面。保护好言儿。楚天河看着皇室血影，眯起双眼，加入战斗之中。莫一之护着楚清言，渐渐退回殿中。血影看着楚天河，眼底闪出一丝惊讶，这个人的招式为何那么熟悉呢？妄想伤我女儿，找死！没过多久，血影渐渐败下阵来。你是谁啊？既然做了叛徒，就该知道是怎么死的。所有血影都咯噔一下，不会的，他竟然是岛主。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必死。蓝染的血影是他逍遥岛的人，很好。是岛主，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岛主？众人都慌了，是岛主啊，这可怎么办？要认命吗？不，从他们选择要跟着大小姐开始，就没有退路了。众人对视一眼，都读出了彼此眼中的决绝。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老头，闪开，我来。哎，老头，你到我后边去。哎，老头，我来保护你啊，别动。不必，你们都闪开。爹，今天就要清理门户。很快，蓝染的皇室血影就败下阵来。楚天河冷冽地看着这些人，手轻轻一挥，只见这些人都传来了哀嚎声。叛者，杀无赦！楚天河微微一用力，蓝君生蓦地就被他牵引到了跟前。蓝君生，感动我女儿，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他竟然半分挣扎的力气都没有，这些人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楚天河冷冷地笑了起来，不给蓝君生任何机会。蓝君生，一代少年皇帝，就这样死于烈焰丞相之手。妍儿，你没事吧？小妹，你还好吗？妍儿，可有不是啊？大家别担心，我没事的，我好着呢。你没事就好啊。蓝君生已经死了。楚清言也松口气，他的万灵术和召唤术突然就失灵了，这让他很慌张。既然蓝君生死了，想来岳父大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小婿就不耽搁岳父大人。妍宝受了惊吓，我要陪他休息。蓝染那边一直都是妍儿舅舅在打理，如今蓝君生没了，那接手蓝染之事自然是妍儿舅舅去。我要陪妍宝，朝堂之事就请岳父大人和舅舅们去商议了。妍宝有身孕，不宜久累。妍儿，你好好休息，其他之事交给爹爹。有哥哥们在，放心。妍儿，你放心啊，舅舅会给你守护好这片江山的啊。爹、舅舅、大哥、二哥、三哥，今天很晚了，你们先回去休息，不要太累了。不累不累，我们一点都不累。对啊，妍儿，你好好休息才是，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对，你有什么事呢？随时告诉我们啊。对，我们先走了啊，先走了。妍宝，刚才发生什么事？相公，我的万灵术变得十分微弱了，还有我刚才想召唤出附近的生物，却丝毫没有反应，我也感应不到他们的存在。你是说你的万灵术变弱了？没错。怎么会这样？莫不成是因为你有了身孕的原因？或许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那样。应该是很有可能，宝宝吸收了你的万灵术，分走了灵力，所以你的灵力才会变弱。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恢复了。肯定会的，别担心。没关系，有我在你身边，我会保护你的。我不担心，只要宝宝健康长大就好了。时间不早了，洗洗睡。第二天一大早，莫一之就让人带着楚云木去了朝堂。木儿，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赶紧回去。爹，我不走，我要来学习学习。这里是朝堂，你要学习什么呀？赶紧回去，这里不是你这种小孩子能来的地方。爹，我不小了，我已经长大了。你长大了？
你看，这朝堂之上都是些什么人？你一个小孩子，这真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啊！赶紧回去，听话。等会儿下朝之后，我就去皇上那里请旨，带你出宫。我才不走，我要留在宫里，我要等4个小外甥出生，我要第一个抱他们。楚家几兄弟都无语了，他们家小弟这是被忽悠了个彻底啊！想着小妹肚子里的4个小包子，这3兄弟心底都打起了主意，他们要进宫住着。默默，不要来捣乱。楚大人，您还是开始议政吧。果然，楚天河没再说什么。众人见楚天河不再说话，心里都慌了，于是纷纷出列开始反对。楚云木是皇上让人送过来的，既然诸位同僚对皇上的决策这般有益，那便自己去禀告皇上吧。大家在朝堂之上这么活跃有什么用啊？不如直接去找皇上更好。或者诸位大臣也可以想办法将自己家小子送进朝堂之上，就看看有没有我家木耳这般天赋喽。丞相大人，皇上如此年轻，怎能不上朝啊？我们要见皇上。诸位需要我给大家引路吗？找到皇上的大殿。众人看着楚天河，一时间都没有说话。孟公公，带诸位大人去见皇上。诸位大人若是想要见皇上，咱家这就带诸位大人去。可是若是扰了皇上心情，可就不是咱家的问题了。诸位大人可是想好，是否承担起皇上的怒火呀？皇上之前在朝堂之上就说过了，丞相监国一切事宜皆可禀奏丞相。这才几日的功夫，大家就不将皇上的话放在心里了。小孟子这番话让众人都忐忑起来。众人终于是没敢去见莫一之，都怕承受不住他的怒火。很快，王素梅就埋怨了：“娘，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啊？我想去看看皇后娘娘。”再等等吧。不是都满月了吗？怎么还要再等等？满月是满月了，可女人坐月子不是1个月就好了，再多待一阵儿，以后身体才会好。哎呀，娘，我浑身都要长虱子了，澡也不让洗，我身上都臭了。再忍忍，忍忍就好了。娘，可以了，以前在村里的时候，坐月子哪有1个月呀？都出去干活去了，还要自己奶孩子呢。如今孩子我也没自己奶，一天天啥都不干，还要那么久不准出去。那是没条件的人家，没办法。你去看看那些月子里下地干活的妇人，哪个老了不是一身的病啊？以前没条件，但是现在有条件了，自然要好好坐月子。等你老了，身体才不会差。我现在就很好啊。现在是你觉得很好，月子要是落下病根，一辈子都治不好的。你不要着急，我是你娘，我能害你不成？我知道你是我娘，可我想出去啊！我想进宫去看看皇后，她怀着4个孩子呢，之前还不顾一切的来救我，我想去看看她。那你等等，我让人去给你重新做个轿撵。哎，好。王素梅松了口气，终于可以出去了。参见皇上，参见娘娘，参见皇上，参见娘娘。二嫂，婶子，快起来。楚清言有气无力地靠在莫一之身上，朝王素梅母女俩点点头。娘娘，可是身体不适啊？有些难受。最近她孕吐反应很严重，吃下的东西很快就会吐出来。娘，这是我买给娘娘的零嘴，是开胃的，最适合孕期吃了。叶文竹点点头，照例检查了一番，这才将这些零嘴都递到楚清言边上。看了一眼这些零嘴梅子什么的，他相公也给他买了不少，可他都觉得好难吃啊。娘娘你尝尝，这些零嘴是我怀身孕的时候我娘无意中找到的。好。楚清言拿起一颗梅子放在嘴里。这是什么梅子？感觉和之前吃的都不一样。这是金梅，我娘无意中发现的，我吃了以后就每天都想吃，很开胃的。楚清言一连吃了好几颗，又吃了其他的零嘴，没多大一会儿又吐了起来。楚清言轻轻叹了口气，快了，还差一阵儿就3个月了，3个月后应该就没事了。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以前看到二嫂吐，他还调侃过她，真是风水轮流转呢。娘娘，那你好好养着啊，我下次再来看你。好，那我就不送二嫂了。不送，我自己找得到出宫的路。许久不曾出现的小狐狸这时候来了。楚清言大喜，火火，这些日子你去哪里了？怎么也不回来呢？小狐狸看着楚清言，眸中闪着一丝亮光。小狐狸又叫了一声，
只见一颗珠子从他嘴里缓缓吐出来，朝着楚清言而去。火火，你想干什么啊？他突然有点心慌，这颗珠子说不定就是他娘的残魂能够在小狐狸身上的原因。火火，不可！楚清言急忙阻止，却发现那颗珠子直直地没入了他的体内。珠子进入体内，楚清言觉得浑身都舒畅起来，刚才吐得一塌糊涂，如今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不，你把珠子拿回去，你是娘对不对？娘，你快把珠子拿回去，我不要你的珠子。其他人看着这一幕，纷纷都泪目了。小狐狸没了珠子，肉眼可见的虚弱了下去。楚天河跑过去，一把将小狐狸抱在怀里。丽儿，丽儿，他的声音带着无限的悲伤。莫一之见此，急忙出手，一道淡淡的光晕围绕着小狐狸。小狐狸呜了一声，挣扎了起来。莫一之见此，急忙收手，愣住了。楚清言缓缓调动万灵术，只见他觉得自己似乎恢复的差不多了，缓缓催动着体内的那颗珠子，将它拿出来。离开楚清言，珠子朝小狐狸飞去。有了珠子的小狐狸，慢慢的又开始有了活力。没了珠子，楚清言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灵力又在渐渐弱下去，但是比之前还是要好受了一些。楚清言将小狐狸抱在怀里，小狐狸似乎开始沉睡了。言儿，把小狐狸给我吧。爹，还是留在我身边吧，他的空间或许会对小狐狸有好处的。那你多注意。我明白，爹爹不用担心。白雪薇感受到一丝异动，一口血吐了出来。阿琴，姐姐有危险。姐姐有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姐姐动用了她的天灵珠，当时姐姐只剩下一缕残魂，因为有天灵珠在，才得以慢慢开始聚魂。后来为了救我，姐姐动用了天灵珠，将天灵珠一半的灵力都给了我。刚刚我感受到了天灵珠的波动，姐姐又动用了天灵珠，她再动用天灵珠，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快，我们回京。叶婶儿，皇后娘娘可在？娘娘刚睡下。叶婶儿，今天小狐狸来过吗？小狐狸来了。是不是有过一颗珠子出现过？是有一颗珠子出现过。快，我有话要对皇后娘娘说。那我去请皇后娘娘。好。莫婶儿，发生什么事了？叶家舅舅来了，白小姐说找你有事。娘娘，快把小狐狸给我。楚清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将小狐狸递给了他。白雪薇抱着小狐狸，一道力量传到她的体内，果然姐姐动用了天灵珠。顾不上别的，白雪薇缓缓催动自己体内的天灵珠力量，缓缓注入小狐狸体内。只见她的脸色慢慢开始苍白起来。叶荷看着她一脸的焦急，急忙想要给她一些自己的灵气。阿琴，不可，此时若注入别的灵气，我和姐姐危矣。叶荷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白雪薇感受到了小狐狸的抗拒，她夹住着手上的力量。过了很久，小狐狸缓缓醒来，白雪薇蓦地就朝着边上倒了下去。小薇，小薇！楚清言伸手搭在她的脉搏上，只见她的脉搏十分的微弱。白雪薇刚刚在做什么？怎么会突然脉搏变得这么微弱了呢？瑶儿，雪薇说姐姐是靠着天灵珠的力量，所以才留下了一缕残魂。后来她将天灵珠的一半力量都给了雪薇，雪薇才……如今姐姐又动用了另一半天灵珠的力量给你。天灵珠，天灵珠，她修的是万灵术。天灵珠进入她体内后，她的万灵术很快就恢复了。想了想，楚清言顿时有了主意，手轻轻挥动着，一道灵力传入白雪薇体内。燕宝，相公，我没事。过了一会儿，白雪薇缓缓醒过来。薇薇，你感觉怎么样？舅母，你可还好啊？我没事，天灵珠不能离开小狐狸体内，否则姐姐很有可能就功亏一篑了。你是说小狐狸体内的珠子是天灵珠？没错，天灵珠蕴含着强大的力量，还能够起到聚魂的效果。姐姐就是因为这颗天灵珠才得以……楚清言瞬间就明白了，这枚天灵珠对她娘来说很重要，但是她娘为了她怀孕不那么辛苦，竟然动用了那枚天灵珠。以后不准这么傻了。小狐狸呜了一声，趴在楚清言怀里。娘娘，小狐狸体内的天灵珠万万不可让她再拿出来了，若再拿出来，舅母你放心，我会看好她的。
你丢失了那么多天灵珠的力量，我没事。本以为救姐姐会让她殒命的，却没想到她还活着，只要活着就行。见楚清言面色苍白，叶荷和白雪薇便起身离开了。妍儿，你没事吧？相公，我没事。刚刚娘将天灵珠放到我体内，我觉得好像我浑身都舒畅了起来，万灵术也恢复了大部分呢。好。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楚清言临近临盆的日子了。妍儿，我已经挑好了8个产婆，都是经验丰富之人呐，到时候你一定会平安生产。爹爹，产婆就不用了，有我相公在，他这几个月都在学接生，有他在就行了。他一个大男人接什么生啊？这些稳婆都是全国最好的稳婆，你放心。爹，我肚子里有4个，相公这几个月一直跟着一位世外高人在学习接生，除了他，不会再有人能够让我顺利生产的。楚天河蹙起眉头，他怎么就那么不信呢？莫一之会接生？爹，放心吧，有他在我才能安全。若是换了别人，你闺女可能就性命堪忧了。楚天河看着他好半晌都没说话，最后他只能选择相信。楚清言和莫一之挑选好了一个日子，算好了时间，楚家所有人都来了。莫一之抱着楚清言走进房间，将房间从里面拴着，里面只有楚清言和莫一之。莫一之抱着楚清言走进空间，来到实验室里，将他放在床上。妍宝，不要紧张，一切交给我。相公，我一点都不紧张，有你在我很放心的。乖。莫一之准备好所有要用到的东西，给楚清言先打好麻醉。莫一之按照自己之前学的整个手术流程，小心翼翼地做着手术。过了很久，莫一之终于取出了第1个孩子。大哥，4斤5两。收拾好第1个孩子，莫一之又急忙去收拾第2个。二哥，4斤2两。楚清言安静地听着，一点都没出声。三弟，4斤6两。小公主，3斤3两。感觉到肚子里再也没有被几个崽子撑起来，楚清言顿时觉得非常的轻松，他的肚子终于又能属于他自己了。妍宝，你感觉怎么样？我很好，相公，你辛苦了。不辛苦，你和孩子们平安就好。相公，该起名字了。好。莫一之将大哥抱在手里，大哥一脚蹬在莫一之胸口。小崽子力气这么大，大哥就叫莫楚渊，二哥叫莫楚泽，三弟莫楚兰，小公主莫楚轩。听着4个孩子的名字，楚清言笑了起来。他相公以他的姓定国名，又将他的姓放在中间给孩子们起名。之前那么久，我问你起什么名字，你都说在看，你是看什么？看生什么吗？我起的都是女儿的名字。你这是希望4个都是女儿？不，当然要有1个儿子，3个女儿1个儿子就好了。以后江山有儿子继承，3个小公主只需要无忧无虑的开心长大就好。相公，你这话可别让3个儿子听到了，到时候小心3个小崽子一起对付你哦。就他们这一点，懂什么？妍宝，你感觉怎么样？手术后都有一个观察期，他觉得妍宝的状态好像不错，外面的人都焦急地等待着，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里面没有声音呢？这都进去多久了？是啊，怎么没有声音呢？先安静的等着，皇上进去之前不是交代了？娘娘，快看外面，天降祥云，红光满天，吉兆，吉兆啊！这时候，只见空中一只金凤凰被一群彩凤和无数不知名的鸟儿众星拱月般围着，3条小金龙肆意地在空中畅游着，整个大楚都被这样的景象所惊呆了。莫婉看着空中的龙凤，好久才回过神来。3龙1凤，祥瑞啊！小金龙和凤凰在空中久久都没有散去，门刚打开，众人瞬间就围了上去。4个小宝出现在众人面前。妍儿怎么样？妍儿还好吗？妍宝平安，大家放心。3个哥哥，最小的是妹妹。妍儿平安就好啊，果然是3条小金龙1只小金凤啊。是啊，天降祥瑞。哎呦，我的小乖孙呢！看着4个小孙孙，都不知道该先抱哪一个了。看着摇篮中最小的那个，莫婉急忙一把伸手抱过来。
哎呦，你是小公主吧？你怎么这么小呢？是不是哥哥们都欺负你了？楚天河也想抱小公主，见莫婉率先抱起来了，只得弯腰抱起另外一个。楚家兄弟和叶河也不敢落后，纷纷抢着要抱。岳父大人，你抱的是大哥，舅舅抱的是三弟，大哥抱的是二哥，母后抱的是小公主。好好好，小公主啊，这是祖母给你打的长命锁啊！我的小公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玉儿，起名字了吗？大哥楚渊，二哥楚泽，三弟楚兰，小公主楚璇。好好好，好名字，好名字呀！哎，爹，你给我抱抱，给我抱抱。舅舅，你给我抱抱，你给我抱抱。楚云木一直眼巴巴地站在莫婉身侧。木木，你是想抱小公主吗？楚云木点点头。来，这样抱小公主才会舒服。小璇璇，我是小舅舅呀。小公主在他怀里咧开嘴笑了起来。小璇璇对我笑了，小璇璇对我笑了。另外三个听着楚云木的声音，哇的一声都哭了起来。嬷嬷，你小点声，你吓着他们了。是吗？楚家众人急忙抱着三个哥哥哄着，可无论怎么哄，这三个都一直哇哇大哭。莫一之伸手接过来，依旧是啼哭不止。莫婉抱过来哄也没有什么用，依旧啼哭着。太后娘娘，要不让我抱抱小渊？好吧。太后将小璇璇抱走，楚云木将小渊抱过来，在楚云木手上，小渊立马不哭了，而小璇璇顿时又哭了起来，怎么都哄不好。小璇璇不哭，小舅舅抱你，小舅舅抱你。说着，又将小璇璇抱了过去。左边抱着大哥小渊，右边抱着小璇璇，两个人顿时都不哭了。唉，你们这两个小家伙，怎么只认小舅舅呢？莫楚泽和莫楚兰依旧啼哭不止。二哥、三哥，我觉得小泽和小兰都是想要我抱的，你们放到我跟前来。哎，不可能，我们是二舅、三舅，小泽和小兰最喜欢我们。那你怎么抱着他俩一直哭啊？只听咚的一声，莫楚泽一脚踢在楚云烨胸口。哎，这臭小子！哎呦，这臭小子！我可是你三舅舅。众人都大笑起来。最后，这两兄弟实在是无奈，只得将小泽和小兰都放在摇篮里，推到楚云木跟前。小泽、小兰不哭啊，小舅舅在呢。楚云木将小渊和小璇璇也放到摇篮里，出声哄着四个小宝贝。整个大殿顿时就安静下来了，都不哭了。众人一头黑线，这四个小家伙只认小舅舅，他们也是舅舅呀。小嬷嬷这么小就开始耍心机了，是不是？三哥，这可不是，姐夫说了，以后我要带几个小外甥的，所以我才住进皇宫来。要不你也住进皇宫来，带4个小外甥？楚莹烨瞪了他一眼，他要是能进宫，他不早就进来了？娘娘，我做了些吃的，你看想吃点什么？我暂时还不能吃，等晚些时候吧。大嫂，延保要3个时辰之后才能吃些流质，现在还不能吃。哎，好，那我去准备着，等会儿再端过来。妍儿，你感觉怎么样了？母后，我没事，让母后担心了。看见你平平安安生产，我这颗心呢就踏实了。母后别担心。好。小妹啊，你好好休养着啊！你是大楚第一个怀着4胞胎的人，等这4个小宝宝生下来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估计整个天下都会沸腾啊！哎，已经沸腾了。小妹，我跟你说啊，你生的这4个宝宝的时候，天降祥瑞，一群彩凤围着一只小金凤，边上还有3条小金龙，哎，这景象是从来没有过的。这4个小宝宝将来那是前途不可限量啊！楚清言愣了一下，笑了起来。前途不可限量，还能如何不限量啊？他爹已经是天下之主了。小妹，现在我没有什么事啊，要不我留在宫里帮着带小外甥。三哥想在宫里住，那就在宫里住吧。哎，好好，以后我就天天跟我的小外甥在一块儿。小妹啊，我也想在宫里带小外甥。二哥，你带小外甥你会吗？嘿，我说老三，哎呀，我知道，二哥是想留在宫里，你还不如直接跟小妹说呢。你想住在宫里，说你带小外甥。哎呀，小木木应该都比你会带吧？楚云轩撇了撇嘴，他确实做不来这些事情。二哥要想住在宫里，那就留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哎，好，小妹，以后有什么事情呢，你就及时告诉二哥，二哥帮你哈。好。楚天河轻轻咳了一声，
他这个外祖父也想住在宫里啊。爹，二哥、三哥都来宫里住了，要不你也来宫里住一段时间？那个，既然言儿这样说，那我便在宫里陪我的小外孙们一段时间。楚天河的心底乐开了花，他闺女就是懂事啊。莫一之看着这3个人，他有一种感觉，这3个人住进宫来以后，恐怕就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积极主动的去上朝了。楚云墨和夏千瑜相视一眼，都读懂了彼此眼中的想法。丞相府走了3个人了，他们要是再走了，那丞相府就空了。大家想住在宫里看小宝们，都可以住在宫里，有大家在，宫里也热闹多了。兰州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舅舅暂时还没空。看到言儿你安全生产，舅舅就放心了。等舅舅忙完那边之事，赶回来给4个小宝宝住满月。好，舅舅辛苦了。舅舅不辛苦，你什么都不要操心。有了天龙珠的加持，你的万灵之术会精进。4个小宝宝出生，动静那么大，恐怕这古界那边很快就会有所察觉。舅舅，我知道了，你放心吧。舅舅也会让人留意。好。亲眼看着楚清言安全后，叶和带着白雪薇去了兰州。阿钱，那边一定会有所察觉的，我不准。阿钱，你听我说，任谁也不会知道我是明烟。白雪薇和古界没有任何关联，只要抹去在烈焰这一段，就不会有人察觉的。不行。阿琴，你相信我，虽然我们在古界有人，可是都接触不到核心。等到我们要回古界的时候，那就等同于瞎子。只要我回去了，到时候里应外合，一切都会容易的很多。不，燕儿，我已经失去过你1次，我不能再让你去冒险。阿琴，你相信我，白雪薇的身份不会有任何麻烦的。想要进入古界，只能是我在古界等你们，除了我，再没有更合适的人了。叶和看着白雪薇，许久都没有说话。自从4个小宝贝生下来后，楚云木天天都寸步不离的守着，朝堂他也不肯去了。别说楚云木，楚家另外父子3人也时时刻刻紧紧地盯着摇篮，眼睛一刻都不想离开。大哥，你下朝了？小妹，你今天感觉如何呀？大哥，我没事了，这都快满月了。大哥这些日子好像面色不太好。楚云墨看了他一眼，他面色不好是托谁的福啊？大哥啊，你哪里不舒服吗？我给你诊诊脉吧。我没事，只是最近朝中事情太多，结合老二老三又多懒，大哥忙的。哎，岳父大人和3哥2哥也是，怎么能将所有之事甩给大哥呢？不行，一会儿让他们还是去朝堂吧，不然这怎么成啊？楚云墨瞥了莫一之一眼，到底是谁把这些事情甩出来的呀？欧阳，你去请4位楚大人过来。是。很快，楚天河和楚云轩、楚云烨就过来了。墨儿，你也来了。看着楚天河笑意满满的脸，楚云墨的眸中忽然就露出一抹狡黠的光，心底顿时有了主意。爹，恭喜你啊！恭喜我？恭喜我有4个小外孙是吧？这是自然的，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喜事呢。哦，什么事儿？鱼儿有喜了，你要做祖父了。什么？鱼儿也有喜了？大嫂有喜了？大嫂有喜了？没错，鱼儿有喜了，咱们府上又添喜事了。楚清言和莫一之看着楚云墨都没吱声。楚清言觉得他大哥好啊好啊，恭喜大哥呀，恭喜大哥呀！墨儿干得不错，既然千鱼怀孕了，就让她好好歇着，府里之事就不要操心了。怀有身孕太过辛苦，所以我打算帮着鱼儿操持一下丞相府上下，让他轻松一点。以后朝堂之事，爹、2弟、3弟就多操心了。众人顿时都不说话了，审视的目光看着楚云墨。墨儿，鱼儿真的有身孕了？请了大夫？大夫看过了，等小妹出了月子之后，小妹出去瞧瞧鱼儿，给她开一些适合她吃的滋补东西。楚云墨脸不红心不跳地说着，他都忙成狗了，哪有时间造人啊？每天在处理朝政，脚都不沾地的。行啊，既然千鱼怀有身孕，那你就好好照顾她。朝堂之事，我老二老三会打理。那就辛苦爹、2弟、3弟了。楚云轩心里很遗憾，他好不容易不用上朝的，没想到这大嫂又怀有身孕了。
楚云烨看着楚云墨脸上的表情，顿时明白，老大呀，这是要撂挑子呀。爷，舅舅之前传信给我，让我去兰州一趟，可能那边的事情比较棘手，等小妹满月之后，我就会过去。你舅舅？对。想到兰州的事情，楚天河没有再多说什么。楚云墨看了一眼楚云烨，全家就这小子最贵，心底打着什么主意，他一清二楚。兰州那边有舅舅在，需要他去？哼，呵呵哒，看破不说破。莫一之也没管那么多，不管是谁上朝，哎呀，只要有人上朝就行，不是他就行。夫人，明天为夫带你出去游玩。游玩？相公，出了什么事情啊？你嫁到丞相府就上上下下的忙，是时候带你出去玩玩啦。你朝政那么忙，哪有空出去啊？没事，朝堂之事有爹在，他会处理好的。真的没事吗？我给咱爹说，你有身孕了。哎呀，你怎么瞎说呢？我也没瞎说啊，我们都成婚这么久了，是时候要个孩子。我成天在朝堂上忙着，根本就没时间陪你，怎么要上孩子呢？好，那我们去哪里呀？你想去哪？有你在，我去哪里都好。楚云墨闻言，心头微动，低头吻上了他的唇。这日早上，莫楚渊紧紧抓着楚云木的衣角，怎么也不撒手。楚云木无奈，最后只得抱着他去上朝了。看到这一幕，众人都惊呆了。这楚小大人抱着大皇子来上朝？莫一之也难得的来到了朝堂上，众人见到皇帝都激动起来。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诸位爱卿平身，谢皇上。诸位爱卿，朕今日来朝堂之上，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楚云木楚大人，自入朝以来，为朝廷做出诸多贡献，是我大楚当之无愧的少年天才。朕喜得3子1女，心甚慰。经朕多番考量，决定立大皇子莫楚渊为太子，晋封楚云木楚大人为太子师。太子师？这皇上的脑回路也太过于清奇了吧？太子3师3少，就被他这么轻飘飘的一句太子师就说完了？可谁又怎样？这么久以来，但凡是臣子想要和皇上对抗，哪次有结果的？自保最重要。太子3岁之前由丞相代政，太子3岁之后，丞相与太子师辅佐太子，执掌朝政。皇上，您如此年轻就让太子执掌朝政，太子毕竟年幼，恐怕……爱卿说的有理，太子年幼，需要更多的人来辅佐。白大宝白大人同为太子师，用心教导太子。启禀皇上，微臣才疏学浅，恐怕教不了太子，还请皇上为太子另择合适的师傅啊。白大人不必自谦，自从白大人入军营以来，战功赫赫，是我大楚的得力干将。白大人从军营转到大理寺，也做得妥妥当当，说明白大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做太子师绰绰有余。皇上，白爱卿莫非是不想教太子？白大宝的心蓦地就颤了一下，强权之下呀，他微臣谨遵皇上之令。很好。莫一之又指定了几个大儒来教习太子。娘娘，皇上早早的就将大皇子立为太子了，这可是好事啊。他才1个月，那就当太子，以后岂不是要太累了？娘娘，虽然3个皇子都很小，可看得出来，各自都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呢。每次小太子都紧紧抓着楚小大人的衣角，丝毫不像刚1个月的孩子。2皇子对每次见2公子练剑就一直呵呵笑，3皇子每次只要见到金灿灿的东西，那就很开心。只有小公主这1个月以来基本都在睡觉。那倒是，这4个孩子就她的小公主正常一点，其他3个的反应啊，真不像是个把月大的孩子。想来应该是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吸收了太多灵气吧。可他们不知道，最不正常的那个是小公主才是。很快就到了4个小宝的满月宴，宫里热闹非凡。舅舅，兰州那边之事是比较棘手吧？还好。舅舅，我是您亲外甥，您要是有什么难处，您就直接开口。作为外甥，我怎么能不帮你呢？对吧？等到4个小宝宝满月宴完毕，我就陪舅舅一起去兰州，帮着舅舅打理兰州事务。舅舅，烈焰这边也用不上我就去兰州跟着您吧。你若是想要去兰州，便去吧。谢谢舅舅。4个小宝安安静静地躺在摇篮里，楚云木满脸笑意地趴在摇篮边上，和4个小宝贝玩着。小太子，你要快快长大哦，
长大了，小舅舅教你练功，还教你写字。小舅舅天天陪你玩啊。小泽、小兰、小璇璇，你们也要快快长大呀。小舅舅买糖给你们吃哦，糖啊是甜甜的哦。小璇璇，你要多吃一点啊。你看啊，你最瘦了，小小的，小舅舅一只手就能把你抱起来了。小璇璇丝毫没有睁开眼，没有理会楚云木的碎碎念。啊，好可爱的小皇子、小公主啊！小太子这模样，简直是和皇上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呀！对呀，小公主长得跟皇后娘娘好像啊。是啊，小公主长大之后必定是倾国倾城，引得全国上下青年才俊争相求娶啊！咱们小公主，皇上皇后的掌上明珠，岂是一般人能够求娶的呀？一向安静嗜睡的小公主今天显得很焦躁，头往左动动，又往右动动，耳边不停地嗡嗡嗡作响。忍无可忍，小公主蹙起了眉头。当小公主再度被轻轻摸着脸颊的时候，小手轻轻一挥，只听啪的一声，5个小小的手掌印就印在了那人的脸上。众人见此都惊呆了，可这一巴掌远远没完。小公主拳打脚踢，一群小蜜蜂顿时就嗡嗡嗡地飞过来了，围着刚刚那人蛰着。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楚清言见此，急忙挥手将这群小蜜蜂都叫走了。他闺女会召唤。莫一之见此，不禁扬起嘴角大笑。诸位大臣看着摇篮里的小公主，都不禁往后退了一步。楚家人笑得合不拢嘴。没想到啊，整个月子里都只会睡觉的小公主，这一出手就是个大惊喜。莫楚玄微微蹙起眉头，他想睡觉啊，简直是吵死了，好吧？哎呦喂，糟了，这小公主又蹙眉了。这之前小公主就是蹙眉，所以才引来了那群蜜蜂。哎呀，完了，又会有蜜蜂来了呀！叽叽喳喳的声音让莫楚玄的眉头越蹙越紧。随着莫楚玄的声音响起，几道天雷瞬间落了下来。救命啊！公主饶命啊！公主啊！饶命啊！公主！快别讲了，公主喜欢睡觉，应该是刚刚吵着公主睡觉了，公主怒了。对，很有可能。众人急忙闭嘴。楚清言和楚云墨对视一眼，这小公主能引天雷？周围安静了，小公主满意的闭上了眼睛，继续睡了起来。大家再也不敢去吵小公主睡觉了。从满月宴开始，众人都知道小公主是个不能惹的角色。等所有人都走了，看着摇篮中的孩子，楚清言陷入了沉思。娘娘，小璇璇，你告诉娘亲，你到底有多大力量啊？楚清言说着，一道灵力就探入了小璇璇的体内，却没想到她的灵力直接被弹出来了。元宝怎么了？小璇璇还这么小，不仅能够召唤，还能引天雷，你不觉得太不平常了吗？莫一直笑了起来，她是我们的女儿，在你肚子里的时候就吸收了万灵术，想来也不奇怪呀。可我并不会引雷啊。我觉得不一定是你不会，或许是你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式。是这样吗？有可能啊。时间过得很快，4个小宝贝很快就3岁了。启禀娘娘，不好了，小公主和小太子、小皇子不见了呀！什么？不见了？什么时候不见的？有半个时辰了。废物，不见半个时辰了，你们现在才来禀告，赶紧去找。皇上，奴才等翻遍了皇宫上上下下，都没找到小公主他们的身影。轻影，楚清言唤着轻影，却没有见到她出现。楚清言伸手一挥，一只彩凤出现在眼前。公主去哪儿了？公主1个时辰前带着太子和2位皇子出宫去了。楚清言扶额，她这闺女哦。元宝，为父也带你出宫。好。一个粉雕玉砌的小女娃身后跟着3个小侍卫。小妹，你看这个是糖吗？好漂亮啊！买。4个糖人顿时拿在手里。小妹，你看这是什么东西？那些小孩都在吃。买。4串山楂雪球拿在手里。莫楚玄轻轻咬了一口。这个好吃，给娘亲带点回去。那这些我们全要了。小贩急忙将东西打包。一条街走完，莫楚玄嘴里说的最多的就是买买买这个字。3个哥哥身上大包小包的拿着。就在这时候，一个贼眉鼠眼的男子一路尾随着4个孩子，终于逮到机会，悄悄伸手摸向了莫楚烟腰间的钱包。
敢偷姑奶奶的东西，找死！这个人见被发现了，一掌朝莫楚玄打过去，几个拳头下去，那个人已经变成了猪头。哎呦喂，姑奶奶饶命啊！姑奶奶饶命啊！小的再也不敢了。莫楚玄丝毫没有停下来，就你偷我东西，就你偷我东西！不敢了，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呀！莫楚玄打累了，这才伸手一把将他丢开。一辆豪华马车停到了边上。好有灵性的小姑娘啊！来人，将那小姑娘给我带过来。是。马车边上的人顿时就去抓莫楚玄的手，一个看起来15、16岁的小少年一把将莫楚玄抢过来。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掳小娃！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奉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否则，哼！莫楚玄没说话，很快一群小蜜蜂就围着几人。车里带着病态的男人见此，眸中露出一丝惊讶。这个小孩怎么会？病态男手轻轻一挥，这些小蜜蜂就成片的掉落在地上。你是什么人？竟然坏掉我的小蜜蜂！带他走！病态男吩咐一声，一群人就要上前抓莫楚玄。暗卫见此，和病态男的人打了起来。只见这男人微微眯了眯双眼，手轻轻一挥，轻影身上就带了伤了。怎么会这样？这个男人是谁？为何会有这么高深的功力？欺负一个小娃也不嫌害臊。小少年快速出手，撂倒病态男身边的侍卫，一掌打在病态男身上。滚！病态男眸光微冷，在他出手前就已经被小少年制服了。莫楚玄看着这个小少年十分不满，好好的一场打架的机会就这样被他搅和了。还有，他不喜欢这个小少年，虽然他看起来温文尔雅，可他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他不喜欢的味道。病态男见此，瞪了一眼小少年，没有多留，带着人转身走了。小姑娘，你没事吧？谁要你多管闲事？小姑娘没礼貌可不是好孩子，好歹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青影看了一眼小公主，小公主向来是一个懂礼的小姑娘，从来不会这样说话，怎么会对这个救她的小少年似乎充满了敌意呢？多管闲事，本小姐不需要你救。多谢小公子出手相救。哦，举手之劳，不必客气。早些带你家小姐回府。小姑娘，后会有期。莫楚玄快速出手，一道灵力打在了小少年背上。小少年转身，眸中有转瞬即逝的冷意。小姐，不可无礼。青影，让开！小姐，不可！你若胡闹，回去夫人会生气的。小少年深深地看了一眼莫楚玄，消失在人海中。